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女友用小号在某乎提问：肚子里来过小天使，婚检能查出来吗？我傻了，我们每次都会做安全措施，绝对没中过招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问题是几天前提的，事后马上吃了药，可还是有了。不过1个多月的时候就立刻做了药流，到现在差不多小半年了。这种情况婚检能查出来吗？下面已经有了上百条回答，调侃的、讽刺的、辱骂的，也有人认真答题。婚检是为了检查身体各项指标是否正常，是否存在遗传病史。你说的这个一般是不会查的。女友只给这条回答留了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如遭雷击。我跟女友在一起4、5年，双方家长都催促着早点结婚，于是上周我就提出2个人先去做个婚检。女友有些迟疑，这个也不是一定要做吧？当时我并未发觉她的异样。婚检是免费的，而且按照规定，做了婚检以后，婚假就能多几天。你不是想出国度蜜月吗？咱们时间充足一点，玩的也尽兴嘛。卫生间里传来水声，此刻女友正在里头洗澡。她到底是什么时候背着我做这些事的？我死死盯着手机，注意到了刚刚被我遗漏的信息。小半年，想起来了，女友在本地一所艺术院校读研，半年前他们学校安排了研学项目，他去外地待了1个多月，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吗？我咬着牙，怒火一下就上来了。恰好此刻卫生间的门打开，我赶紧把手机画面切换，女友穿着薄薄的睡衣出来，撒娇让我抱她，脑子里面不由自主浮现出她在别的男人身下的样子，他们甚至没有带。胃里一阵翻涌，我差点吐了。我生生忍住质问他的冲动，假装咳嗽了几声。宝宝，我今天好像有点感冒，别给你传染了。女友不疑有他，自己上床背对着我睡了。我收起了笑容。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。第2天早晨，我趁女友化妆的时候，偷偷把她的平板从她包里拿了出来。他走的时候没注意，拎起包就出了门。女友的微信在平板里同步登录，我在他微信列表翻了好几遍，是个男的就点进去看一看，但是聊天记录都很正常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物。直到下午1点多的时候，女友微信来了条新消息：喂，午饭吃了吧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乔老师，现在吗？对，现在，马上。直到这里，我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。可是下一秒，2个人的对话让我浑身血液都冲到了头顶。昨天中午不是才去过您办公室吗？你每天打扮得那么漂亮，在我面前晃，让我怎么办？别怕，我算过，你这几天都是安全期。好吧，我马上来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女友跟他的导师，一个大了他30岁的老男人啊！卧槽！我怀着复杂的心情，从头开始翻看2个人的聊天记录。女友没有把聊天记录删干净。你男朋友今天不会又突然打电话来吧？不会的，我今天跟他说了晚点回去。乔老师，我那个这个月还没来，我有点担心。没事，先买个试纸测测。真有了，我给你安排，咱们去外地的医院。女友跟她导师是这么说我的，对我不错，也挺舍得给我花钱的。但是我长得这么漂亮，他舔我那也是应该的呀。在一起太久了，没激情了。而那个老男人说起我的时候，语气很轻蔑，一个毛头小子，除了能给你寡淡无味的婚姻，一地鸡毛的生活，还能给你什么？他懂艺术吗？他懂女人吗？他懂你吗？
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，我可舍不得让你给一个屌丝做饭生孩子，最后变成一个俗不可耐的黄脸婆。嘻嘻，乔老师，那你跟家里那个老女人离了呗？你敢离婚，我就分手。乖，别闹，我们就这样挺好的。看完后，我四肢冰凉，如坠冰窟，每句话每个字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。打死我也想不到，相恋快5年的女友竟然骗了我这么久。再想到某乎上的那个帖子，我就气得发抖。神他妈来过小天使，女友导师叫乔明成，我见过2、3次，50多岁的人，单从外表看，身姿挺拔，清秀儒雅，的确不是什么糟老头子。听说乔明成跟妻子很恩爱，他们还有2个女儿。我曾经看过他的个人履历，老毕登的确有点东西，国内国外获得过不少奖项，在行业内声望挺高，家庭美满，事业有成，学生爱戴，衣冠禽兽，说的就是他这种人吧。妈的，不揭穿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，让他身败名裂，老子绝不善罢甘休。女友平时晚上7、8点才回家，可今天早早就回来了，一回来就问我有没有看到他的平板。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跟他一起找，最后在换鞋凳下面找到了平板。女友一把从我手里抽走，在家就好，我还以为丢外头了呢。然后他就带着平板进了卧室，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这么着急回来，不就是想赶紧删掉他跟那个老毕登的聊天记录吗？从卧室出来后，女友整个人肉眼可见的放松许多。晚上乔明成居然给女友来了个电话，女友当着我的面大大方方接通。乔老师，我在家呢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不累。好的，那明天早晨到了学校，我就去您办公室找您。女友挂了电话，很自然地跟我说，今天帮导师整理资料，忙了一下午，他还让我明天继续帮他整理呢。哎，硕士生就是给导师干活的命。紧接着，女友开始使唤我，老公，我当着老师的面不好说，其实我胳膊酸腿疼膝盖疼，你快来帮我揉揉。我差点没忍住破口大骂，为什么疼？怎么有脸使唤我的？我揉你大爷！我借口要拉屎，躲进了卫生间。如果是以前，我会对女友的话深信不疑，可现在我明白了，这2人是当着我的面故意找刺激玩呢。好，爱玩是吧？老子跟你们奉陪到底。我雇了个人，跟了乔明成一段时间，结果让我发现了这老毕登还有一个秘密，连女友都不知道的秘密。乔明成在外头居然还养了一个情妇，他给情妇在一个高档小区租了个3室，一有时间就开车去情妇家里私会。而那个情妇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背着老毕登跟小区健身房私教关系暧昧。好家伙，这复杂的多角关系让我一愣一愣的。以老毕登为起点出发，特么的串起了多少人？想到女友，想到我也是其中一条线上的大冤种，我脸色难看起来，心里对这对不知廉耻的男女恨意更上一层楼。我把各种证据都收集起来，又费了点劲，把他们所有人的联系方式拿到。没几天，女友特别开心地跟我说，她要去外地参加一个大师的美术展览。我说，那我陪你去。女友立刻说不要，跟我解释说这是学校安排的活动，到时候还会有其他同学，我跟着一起不方便。我心里冷笑，狗屁其他同学，不就是跟乔明成那个老登一起吗？他以为我不知道他行李箱里还装了几件情趣内衣呢。他们出发的前一天，我用早就准备好的新手机号给乔明成老婆发了几条短信。老女人，你懂明成吗？你只会让他感到窒息，他只有在我这里
才有真正的快乐。你应该感谢我，是我让他的生活变得精彩。你过生日，他送你的礼物都是我不要的哦。原配大姐，对不起了，但是我也是帮你认清你老公的真面目，否则哪天被传染得病了，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第二天，拖着行李箱兴冲冲出门的女友，2个小时后又回来了。回来的时候脸很臭，我假装惊讶地问他怎么又回来了，他没好气，别提了，反正不去了。说罢他就回卧室躺着了。我偷乐，看来我昨晚的计策很成功嘛。那些挑拨离间的短信足以让乔明成家里鸡飞狗跳了。乔明成老丈人不是一般人，当初他能进高校也是多亏了老丈人的人脉，所以我猜测这老壁灯这么多年被老婆和他娘家人一直压着，积攒了不少窝囊气，现在功成名就之后就要各种犯贱来给自己狠狠补偿。奉劝各位白富美们，结婚就找门当户对的，千万别轻易扶贫，容易扶出个白眼狼。我这么一搅和，女友跟老壁灯安分守己了一段时间，每天回家时间都变早了。我有一次偷看到女友对着老壁灯发疯：老师，你干嘛要怕他？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又老又丑又无趣吗？怎么好意思管着你的？我真想当面问问他，是原配就了不起啊？呵推，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小4还是小5，就对着人家正式叫嚣，轮得到你吗？周6早上7点半，女友爸妈的电话来了，让我快点去车站接人。自从我买了房，女友爸妈、哥哥嫂子加上他侄子，隔3差5就要来市里玩，晚上自然是住我这里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得兼职司机、导游、带孩子的保姆，承担他们一大家子的开销。过去我看在女友的面子上，每次都忍了，现在我只想说去你大爷的。但是还不到撕破脸的时候，到车站后，一大家子熟练上了我的车。他爸忽然道：小周啊，每次都得你开车来接我们，实在太麻烦你了。我挑眉，真新鲜，还是第一次听到女友他爸跟我客套上了。他爸继续道：天宇也准备买一辆车，以后我们来市里自己开车就行了。他说的是女友他哥，女友他哥没上过大学，又好吃懒做，娶了媳妇生了娃，还得靠父母补贴，现在竟然有钱买车。不过他们爱买啥买啥，搁以前我可能还会多问几句，现在关我屁事。那挺好啊。女友他哥接话：车子已经看好了，定金我都付了，小米 Max 创始版。其实我本来只是无意中点了玩玩，可没想到定金不给退，真特么黑啊。不过我后来一想，买了也不是不行，有车出门就方便多了。我原来是装逼翻车了。女友他妈开口：现在我们手头还差点钱，小周你就帮帮你哥呗。怪不得今天对我态度不一样了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。还差多少？25万吧。妈的，这车一共就29万，你说你们差25万？我心里翻了几个白眼，嘴上却说：阿姨，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，借钱那都是小事，但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，全在股市里套着呢。他爸不死心：你这个理想现在至少还能卖个37、8万吧，你把这车一卖，不就有现钱了？然后你再换个便宜的轿车也能开。哈，把我的车卖了，支持你儿子买车，这馊主意他是真好意思提，我一个大写的服。叔叔，您让我考虑考虑。女友还不高兴了，语气中带上了几分埋怨：咱俩都要结婚了，我哥找你帮忙，你就帮一下怎么了？我又差点忍不住骂他：住着我的房，花着我的钱，绿了我这么久，现在竟然还有脸来逼我，
给他那个猴年马月都还不起钱的哥哥买车，他徐薇薇难道是镶钻了？女友他妈阴阳怪气的。小周啊，说起结婚，咱们两家是不是该找个日子商量下彩礼啊、三金啊这些事了？我先跟你透个底，我们那里周围娶媳妇嫁女儿的，彩礼没有低于15万的。我女儿长得好看，学历高，这些我就不说了。她从小学艺术，学艺术你知道吧？那可投入不少钱呢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合着我跟他女儿结婚，我是把人下半辈子买断了。前20年他家给花的钱都得我来承担。幸好现在老子已经不准备跟徐薇薇结婚了，不然岂不是得气个半死？我微微一笑，阿姨，您放心，我跟薇薇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结婚的方方面面肯定不让你们失望。我早就跟我爸妈商量过了，彩礼50万，再给薇薇买套学区房。后排一阵抽泣声，副驾驶的女友猛地抬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女友他爸话都说不利索了，多少？女友他哥喃喃道：50万，还有一套学区房。我接着道：我爸妈喜欢薇薇，说薇薇这样纯洁又乖巧的女孩子现在真不多了，让我好好珍惜。我要娶薇薇，就得拿出诚意。女友他妈一阵尖锐爆鸣，跟开水壶成精了一样。我继续给这家人画饼，天宇哥买车也不用担心，我有份定期理财，月底到期，到时候取出来帮天宇哥，我不要利息，也不用着急还。女友全家大喜，一时间车里欢声笑语不断，几个人快把我夸上了天。小泽啊，我就知道你是个懂事靠谱的好孩子，把薇薇交给你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妹夫，还是你有本事，以后哥还有什么事就靠你了。女友看我的眼神瞬间柔情似水。女友他妈已经迫不及待给亲戚们发微信炫耀了，我跟着他们笑。美梦做得越大，破碎的时候才越让人刻骨铭心呀。到家后，我说昨晚没睡好，还是困。女友一家子一反常态，立刻跟我说没睡好就去休息，他们自己出去打车玩就行了。周天晚上，聒噪的一家子终于走了。女友洗了澡出来，穿着本来要穿给乔明成的内衣，异常热情地往我怀里钻。老公，咱们都好几天没有。啪！我忽然一巴掌就扇在他脸上，女友猝不及防，重重摔下床。他吃痛大叫，随即难以置信地扬起脸。要知道，自从我俩好上，我几乎连重话都舍不得对他说，更别说动手了。女友无辜被打，又懵逼又生气。我在他发疯之前率先发飙：徐薇薇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背着我勾搭男人是不是？听到我的质问后，眼看就要发怒的他，眼神瞬间心虚了几秒，但他还是嘴硬。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勾搭男人？我把他手机微信打开，指着一个我随便找的异性账号，还说没有，没奸情，你俩大半夜的在这聊呢。女友定睛一看，发现不是老壁灯以后，先是松了一口气，随即底气足了，眼神也不心虚了，歇斯底里大喊起来：那是我师弟，你睁大你的狗眼，看看我们说的哪句话有问题。他边喊边哭：你打我，你居然就因为这个打我？我长这么大，我爸妈都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。我表情烦躁：你当然不会承认了，你们就算聊骚你，也会把聊天记录删掉呀。女友辩无可辩，气到嘴唇都白了，然后不管不顾对着我撕扯殴打。周泽，你他妈有病是不是？我跟我师弟清清白白，要是我俩有奸情，我不得好死。呵呵，还发上毒誓了。我一把推开发癫的他，赶紧先穿件衣服吧，你穿这一身
像出去卖的，真丑。女友像被雷劈一样怔住了，他疯了，气疯了。我抱着被子去了另一个卧室，女友在外头又是大哭又是大骂，似乎还摔了不少东西。后半夜不知道几点，门被重重一摔，女友走了。我翻了个身，继续睡我的觉。第二天一早，女友他妈的电话来了。他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他女儿哭着说不跟我结婚了。我不耐烦地说，阿姨，没有哪个男人能忍受这种事，不说了，我现在脑子很乱，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不是的，你误会了。没等他说完，我就直接挂了电话，任凭那边再怎么打，我都没理会。女友被我如此冤枉，又重重打了一巴掌，现在绝对是委屈又愤怒。可他爸妈现在怎么可能愿意我俩分手？分手了，就相当于放弃了儿子的车、50万彩礼，还有白送的一套房。他女儿就算是长得再漂亮，想找个这么大方的冤种，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女友一家子开始每天轮番给我发消息，说来说去，无非就是女友绝对不可能背叛我。他妈甚至赌咒发誓地说，如果女儿真的对不起我，那就让他们一家穷一辈子，这辈子赚不到钱。呵，所以说别随便乱发誓，免得最后被打脸，难堪不说，心里还添堵。女友离家出走了，先去学校跟他同学挤了2天，然后就出来住酒店了。乔明成付的钱，这下2个人可算是有机会了。女友本来就被我气得要死，现在还没人管了，可不得让老壁灯好好安慰安慰他吗？我找的人在酒店蹲了3天，终于等到了乔明成。乔明成穿得很低调，进了酒店大堂以后，他就直奔电梯。该说不说，这老登虽然50多了，气质还真不赖。视频里走路生风，侧面看还有点像郑少秋，怪不得女友劈腿劈得那么欢。我立刻开车赶过去，路上我把酒店地址和房间号发给一个人，哥们，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半个小时后，一个倒三角体型的肌肉男出现在酒店，他站在女友房间门口，要服务员来开门。酒店服务员肯定不给开啊，他就按我教的办法，说里面的是他女朋友，闹自杀呢。如果他们再不给开门，出了事酒店全责。服务员一听这话，哪还敢耽搁，赶紧乖乖给开了门。这下好了，女友跟乔明成正办事呢，突然哗啦啦进来一群人，2个人吓得魂儿都快飞了。女友惊恐的大叫，立刻就往被子里躲。乔明成也慌了，你谁啊？进我们的房间干什么？肌肉男一手拿着手机录像，另一只手对着乔明成就是几个大逼斗。我进来干什么？你个臭不要脸的，还好意思问我？你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，不知道吗？乔明成一边手忙脚乱地找裤子，一边还要躲避肌肉男的巴掌攻击，像只丧家犬一样，要多狼狈有多狼狈。我收回说他像郑少秋的话，别打了，哥们，别打了行不行？有话好好说。乔明成好不容易穿上裤衩，却被肌肉男一脚踹在了关键部位。谁他妈跟你是哥们？疼得他捂着裤裆直挺挺倒在床上。床上的女友尖叫声一浪高过一浪。先生，你先冷静一下。酒店工作人员试图劝架，肌肉男非但不听，嗓门更大。这老头勾引我老婆，你们说他该不该打？劝架的人一听，尴尬住了。哪个男的看到给自己戴绿帽子的人能冷静啊？女友一听这话，激动又生气地否认，不是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我不是他老婆，你们快点把他赶出去。肌肉男把手机镜头对准床上，我不是，难道他是？
他是你老公还是你男朋友？你说啊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乔明成脸色发白，刚刚站起来，又挨了一拳。老壁灯，你来说，这女的是你老婆吗？女友心疼的大喊：“你再打人，我就报警了！”乔明成吓得一个机灵，不能报警，报警了，这事儿可就大了，极有可能最后得通知双方家属。那是乔明成打死也不愿意的。平时这老登不管走到哪里，人人都要尊敬地喊一声乔老师，风光无限。什么时候受过这种被人又打又骂的屈辱？他压抑着怒意：“小兄弟，不管你是谁，我给你钱，好吧？我给你钱，你能不能先别录了？”肌肉男拿手机的手躲开乔明成：“老头，老子不稀罕你的钱，想让我走也不是不行。我要你对着手机说，你犯贱，这女的是小三，你俩在偷情。”乔明成迟疑了，不愿意。行啊，我现在就去把门打开，让所有的人都来看看你们在干什么。乔明成急了：“别，我说，他不情不愿地对着镜头：“我犯贱，他是小三，我们在偷情。”床上的女友已经羞愤欲死了。拿到视频以后，我给了肌肉男1000块。这男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乔明成情妇的那个暧昧对象。这家伙本来还喜滋滋的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白富美女朋友呢。我把乔明成的存在告诉他以后，他气得要死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俩算是同病相怜。于是我跟他说好，一有机会就让他暴揍一顿这老壁灯出气，而且还保证老壁灯不敢报警。女友跟老壁灯在酒店丢尽了脸，两个人灰溜溜的各自回了家。算一算，我跟女友冷战快2个礼拜了。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直接开车去了他家。女友知道我来，把自己锁在卧室里不出来，还叫嚣着让我滚，说我俩彻底掰了。好笑，他如果真的这么想，不可能这么久还不把放在我家的东西拿走，不就是等着我来道歉，给他台阶下吗？他爸妈见了我小泽的叫，别提多亲切了。叔叔阿姨，我这次来是给微微道歉，然后接她回去的。他爸笑得嘴都合不拢。我就说嘛，你们好了这么久，有什么误会不能解开的？微微，快出来！微微，你不是一直想要 LV 的那个包吗？我给你买了，我买了个高仿的货。一掏出来，女友他妈就感慨：“呀，不便宜吧？”我笑：“还好，几万块，只要是微微想要的就不贵。”女友从卧室里出来了，我趁机上去放低姿态：“宝宝，原谅我吧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那样了。”女友瞪着我：“那你还怀疑我跟别人吗？”绝对不会了，我宝宝这么爱我，怎么可能做对不起我的事？这件事都是我不对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女友半推半就的，终于表示愿意跟我回家了。回来好啊，不回来，我怎么找机会给你跟老壁灯致命一击呢？他爸妈热情地留我吃饭，问我准备什么时候领证，婚礼什么时候办。我说我家找人看了几个日子，今年5月就可以。等微微毕业典礼结束，我们就去给微微看房子，然后领证。女友他哥提醒我别忘了借他钱，我说放心吧，月底一定让惊喜变成惊吓。半个月后是女友学校的毕业作品展，女友一大早就起来化妆，整整2个小时后，她打扮得精致漂亮，穿着斥资买的小黑裙，意气风发地坐上我的车出发了。看来那次的酒店捉奸风波给她带来的影响已经彻底过去了。我把女友送到学校门口，碰到了她的几个师妹。哇，师姐今天好亮哦！师姐，这是你男朋友吗？你们看起来好般配。微微师姐，
听说你很快就要结婚了，真羡慕你啊！是乔老师的得意门生，又有这么帅气多金的未婚夫，人生赢家。女友抿嘴笑，摆手道：“没有了，你们别取笑我了。”我目送女友进了学校，掏出手机给乔明成老婆发短信：“师母，我不想忍了，希望你能尽快跟乔老师离婚。”对面立刻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我挂掉。我马上就毕业了，我不想再跟乔老师偷偷摸摸，我们之间是真爱，凭什么见不得光？你不就仗着有个好爹吗？这么多年连个儿子都没给乔老师生出来，乔老师一直有遗憾，你知道吗？我年轻又好看，我可以给乔老师生儿子。他给我发短信：“你到底是谁？今天有毕业展，想知道我是哪个？你自己过来看看，不就知道了。”发完短信后，我又给女友他妈打了个电话：“喂，阿姨，对，就在薇薇他们学校，我要跟她当众求婚的事，你们没提前说漏嘴吧？那就好，你们快来吧。”女友他们学校美术馆场地很大，即将毕业的研三学生都站在自己的作品前忙碌着。我很快就定位了女友所在，她那个展位前已经围了一些人。我掏出手机给乔明成老婆发短信：“黄脸婆，来了吗？永恒之约就是我跟乔老师一起构思的作品，象征着我们之间的爱情哟。”我戴好帽子跟口罩，躲在角落看了一会儿，终于等到了乔明成的出现。乔明成正带着7、8个领导模样的人，边走边介绍。他走到女友身边的时候停下来：“这个就是我学生的作品，他呢，也是我们学校今年的优秀毕业生。”有人搭腔：“原来是乔大师的高徒，那肯定错不了。”女友亭亭玉立，面带微笑，眼神中闪过几分自得。乔明成吩咐他：“徐薇薇，给大家说说你的话。”女友点点头，落落大方开始讲解：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，可是到底有没有永恒的爱呢？我认为是有的，所以我把我这幅作品命名为《永恒之约》。这时我手机响了，是女友他妈打的，来的正是时候。我接通电话往门口走：“阿姨，我也刚到，就在1号门呢，你们快点来。”女友爸妈还有他哥他嫂子都来了，我带着他们站在稍微远一点的位置，这会儿不合适，有领导呢，等领导走了我就上去。女友他爸很高兴：“今天这日子好啊，等你求婚结束了，然后咱们就找个饭店庆祝下。”女友他哥搂着我肩膀：“妹夫，要不先跟我去试驾小米呗？我选了橄榄绿，这颜色不错吧？”“绿，你可真会选。”应景。我笑笑，没有接话。就在这时，女友那里忽然一阵骚动，只见女友身后的白色墙壁上赫然出现了一大片投影，而投影的画面是一对正在床上不可描述的男女。突然受惊，转头看向镜头，正是女友和乔明成被捉奸在床的那一幕。紧接着就是女的尖叫着往被子里躲，男的慌里慌张找裤子。身旁女友他嫂子喃喃道：“这女的怎么那么像薇薇啊？”女友他哥吓了个机灵，先是紧张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大骂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怎么可能是薇薇？”女友爸妈已经呆了，再看不远处那些人也全都愣住了。本来有些嘈杂的现场变得死一般寂静。乔明成眼睛瞪得比牛还大，女友在台上看到视频的第一眼，脸色就变了，越到后面她越紧张，都快哭了。呵，羞耻吗？背着我跟别的男人开房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羞耻呢？我握紧口袋里的遥控器，把声音调得更大一些：“你谁呀？进我们的房间干什么？你个臭不要脸的，还好意思问我？”
你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，不知道吗？老壁灯，这女的是你老婆吗？她是。小三，我们在偷情。我做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叔叔，那是微微吗？女友他爸一张脸铁青，说不出话。他妈咽了下口水，连声音都有些发抖。不是，肯定不是。我女儿，我肯定不会认错的。周泽，你可千万别多想啊！现场一片哗然，吃到大瓜的师生们震惊又激动。甚至还有不少人拿起手机对着投影开始录像。最关键的是，2个当事人就在现场。我的妈呀，这世界太颠了！导师跟学生，咱学校竟然会出这种事。可乔老师那么正派的一个人，怎么会？这女的那么漂亮，图啥啊？用身体换毕业呗。乔明成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强装镇定，特别肯定地说，这视频是伪造的，肯定是丫换脸，有人故意针对抹黑我跟学生。老壁灯，死到临头还搁这儿装呢。找到了，一个男生在对面的大柱上发现了用胶带固定着的微型投影仪。乔明成3步并作2步走过去，一把扯掉。女友脸色苍白如纸，身子晃了晃，差点倒在地上。他身边的人及时扶住了他。女友哭了，她本来就长得好看，哭起来更是楚楚动人。立刻就有几个人帮她说话。我相信师姐，让我知道是谁干这种事，污蔑师姐和乔老师，我弄死他！造黄谣的都该死！人家师姐是有男朋友的，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。谁呀？真是丧尽天良！女友额头沁出了一层汗，呼吸急促起来，扶着她的女生关切道：“师姐，你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医务室？”女友虚弱的点头。一个老师赶紧出来维持秩序：“好了好了，都散开！这件事涉及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清誉，私下都不要乱传，以免给当事人造成2次伤害。”学生们只能散开。乔明成一脸歉意，对着几位领导解释着什么。我跟女友一家子站在人群外围，他爸妈不安地看向我。周泽，我面无表情。叔叔阿姨，今天求婚，我看还是算了。他妈一把抓住我胳膊。周泽，你别这样，走，我带你去找微微说清楚，说清楚就行了啊。还没等他拉着我过去，一个身材彪悍的卷发大婶从我们身边快速经过，走到女友面前以后，二话不说，重重给了他一巴掌。女友穿着高跟鞋，骤然间失去了平衡，摔倒在地。他手里尚未关闭的麦克风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，本来都要离开的众人都被这动静吓了一跳，纷纷回头。乔明成看到来人，表情是肉眼可见的恐慌。我心里大叫一声好，来的正是时候。不过，这女的是乔明成老婆吗？2个人看起来一点都不搭。卷发大婶丝毫不顾及形象，抬脚跨坐在女友身上，死死压制住她，然后左右开弓，边打边骂：“臭娘们，贱货！真以为没人敢收拾你是不是？”女友猝不及防，结结实实挨了5、6个巴掌，惨叫连连。女友爸妈见此情形，赶紧冲上去把人拉开。暴怒的卷发大婶还要动手，被女友他哥一把拖住：“你他妈谁啊？再动手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！”卷发大婶大骂：“这贱货当小三不该打吗？你们还要维护他？还研究生呢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，一点廉耻都不要！”女友他妈护着女友，跟大婶对骂：“你放屁！我女儿清清白白，什么小三？你在污蔑她，我撕烂你的嘴！”卷发大婶突然对着乔明成喊：“姐夫，这么多年，我姐哪里对不起你了啊？你就这么糟践她？姐夫！”闹半天，
原来这是乔明成小姨子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高高瘦瘦、颇有气质的中年女人走进人群里。卷发大婶有些愧色：“姐，你让我别当众动手，可我看到这骚货，还有那个视频，实在是忍不住。”乔明成惶恐地看着来人：“老婆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这是学校，有事咱回家再说。”原来这位才是老壁灯原配，他老婆看上去比他小姨子冷静多了。乔明成，你有把我们的家当做过家吗？我给过你机会的，但你始终是狗改不了吃屎。你知道你最不能让我原谅的是什么吗？你根本就不配做2个女儿的爸爸。乔明成瞳孔一震，他老婆又转头看向女友，女友此刻躲在他妈后面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头发凌乱，脸肿得跟个猪头一样，妆花了，衣服也撕烂了，哪还有刚刚一丝一毫女神的气质？她不敢面对正式的审视，使劲往他妈身后藏。的确是年轻漂亮哈，就让她给你生儿子呗。乔明成这下彻底慌了，他拉住老婆的手，语气中带上了哀求：“老婆，我发誓我真的没有对不起你，这根本就是有人故意陷害我，求求你了，咱们回家再说好不好？你跟我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。”他老婆一把甩开他的手，对卷发大婶道：“我们走。”卷发大婶走之前，对着女友又啐了一口：“贱婊子，我祝你这辈子嫁不出去，生不出孩子。”女友他妈气得浑身哆嗦，可人家已经走了。乔明成意识到问题大了，当即不管不顾追了出去。女友他哥对着吃瓜群众呵斥：“拍什么拍？都别拍了！”女友他爸阴沉着脸：“我们也走。”“走，想得美！老子还没出场呢。”我走到女友面前，女友这才发现我竟然也在现场。她忐忑不安地看着我：“徐薇薇，把我当傻子是不是？”女友摇头，喃喃道：“不，没有，不是。”我举起某宝上9块9包邮买来的大钻戒，遇上你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我他妈还差点跟你结婚。一个瓜还没消化，又一个大瓜出现，围观人群激动坏了，人越来越多。女友他妈小声求我：“周泽，你别这样，你要相信薇薇啊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咱们2个吹了。”说罢，我也转身决绝地离开，任凭女友一家子怎么叫都没有回头。我开上车，火速回家，把早就整理好的所有证据、聊天记录、捉奸视频，还有乔明成跟情妇、跟女友的各种照片，匿名发在了 A 大校园论坛上。我要让乔明成这老壁灯没有一丝一毫翻身的可能。我回家后没多久，女友一家子竟然跟来了，女友哭得几乎要晕死过去，他爸妈还在试图给我洗脑。他爸甚至责备我：“别人不相信薇薇，你作为她男朋友，竟然也不相信她，你还算什么男人？”卧槽！到现在还想泼老子！我不客气地把人从我家里赶出去，一家子在我楼道鬼叫了半天，最后终于没办法走了。网络时代，任何负面事件都能迅速发酵起来。大的教授乔某出轨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徐某，疑似存在学色交易，在网上爆了婚外情、师生不伦、酒店捉奸、小三被当众暴打，任何一个都足以上热搜。有我那些铁证，这对狗男女还没反应过来怎么狡辩洗白，就直接被锤死了。网友们把2个人骂的那叫一个难听，什么业内大师，什么美女学霸，都是狗屎。事情闹得很大，暂停了乔明成的所有工作，前女友一家子也消停了几天，但我低估了他们不要脸的程度。某天大清早，前女友爸妈带着他又找上了门，
我没让他们进门，他爸妈居然还想着替他求情。你跟薇薇谈了那么久，你们2个人是有感情的，千万不能冲动啊！小泽，你冷静下，你再想想好吗？这几天我跟他爸已经狠狠教训过他了，你要实在不解气，他任凭你打骂，只要你出气了就行。但是你们不能就这么分开啊！我全程冷漠脸，不好意思，我没兴趣和一个劈腿老男人的女人结婚。我这里也不是垃圾站，什么垃圾货色都回收。我话说得很难听，前女友爸妈当即黑了脸，偏偏自己理亏，不敢对我发作。前女友无地自容，又大哭了起来。我把打包好的她的东西扔出门外，正好你们来了，拿走吧，省得我找快递。老2口看我态度坚决，知道再也没希望了，在我家门口突然就开始痛骂前女友。你个不知羞的玩意，好好的对象都折腾没了，家里这些年为了你念书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？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，你自己丢人不说，还连带着我跟你爸你哥一起丢人。现在你哥的车还不知道怎么办呢。前女友崩溃了，什么为我花钱？你们的钱不都拿去给我哥买房子娶媳妇了吗？那我去死刑了吧？我死了，你们满意了吧？你个没脸的东西，你还顶撞起我们来了！我听着门外的吵闹，笑出了声。乔明城那边，学校给他停职了1周后，他自己主动辞职了，丑事暴露，是个人也没脸继续待下去了。而他老婆那边本就对乔明城心灰意冷，结果又得知乔明城竟然在外头还包养了一个女人，在那女人身上花了不少钱，气得不但要求他净身出户，还要他追回这些年花出去的夫妻共同财产。2口子打起了离婚官司。没过多久，我又听到一件事，让我乐了好久。我跟前女友婚事告吹，我当初承诺给他家的所有好处都没了。前女友他哥咽不下这口气，居然找了几个混混，把乔明城给暴打了一顿。老毕登鼻梁骨折，全身软组织挫伤，肋骨也断了1根。老毕登肯定要追责，前女友一家还得负责他的医药费。好，狗咬狗，真精彩啊！至此，前女友一家跟我再无瓜葛。很久以后，有个陌生号深夜来加我，我通过以后，那边悠悠道：“有没有想起过一位美丽善良、温柔知性的老朋友？”我不假思索回复：“这位老朋友肚子里是不是还来过小天使？”那边久久没有说话，再去看，对方把我删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